上世纪90年代，朝鲜一场前所未有的饥饿风暴席卷全国，家家户户都被笼罩在吃不饱饭的阴霾下，饿殍遍地，社会濒临停摆，这就是有名的苦难行军。苦难行军的年代虽已过去，但是粮食问题始终是悬在朝鲜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粮食危机如同幽灵一般徘徊在朝鲜上空。说起朝鲜的缺粮，着实算得上是老大难问题。就客观来说，朝鲜的农业资源本就十分有限。纵观全国，朝鲜的耕地并不算多，可用于耕种的土地稀少，大多数是山地。不仅如此，朝鲜的耕地较为贫瘠，严重的水土流失削减了耕地产量，令本就不容乐观的情况雪上加霜。更要命的是，在种粮食方面，朝鲜还面对着2个强大的外界干扰。一来，自然灾害严重。上世纪90年代，朝鲜之所以被迫踏上苦难行军的征程，就是因为被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摧毁了农业系统。从1990年开始，朝鲜就霉运不断，先是发生海啸，导致海岸线附近的农田被淹没。2年后，过多的降雨更是加剧了这一灾害。1993年，降雨刚刚减少，旱灾又接踵而来，随后水灾与异常的高温直接击穿了朝鲜，令粮食危机持续加深。二来，朝鲜面临着残酷的国际制裁。在朝鲜半岛上，核问题尤为引人注目。为了拥有属于自己的原子弹，朝鲜不惜与世界为敌，公然退出反核公约，令美国气愤不已。于是，美国率领西方社会对朝鲜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制裁。制裁范围的广泛程度超乎想象，从高精尖的科学技术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，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，其中自然包含了农业。朝鲜农业的进出口均受到了阻碍。与此同时，由于被动与国际社会脱轨，朝鲜的农业管理也曾陷入低谷。民以食为天，这是西方逼迫朝鲜的重要手段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朝鲜的农业在如此绝境中，竟一点点有了复苏的趋势。近年来，有关朝鲜农业的好消息不断，朝鲜媒体更放出消息，到2034年时，朝鲜将彻底解决粮食问题，人民的日常需求都能得到满足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哗然。人们不禁要问一句：面对天坑开局，朝鲜究竟是如何绝境逢生，度过粮食危机的呢？其实，朝鲜能成功突围与苏联息息相关。和许多人印象中不同，实际上，在悲惨的苦难行军前，朝鲜曾经有过一段极为辉煌的发展历史，巅峰时期甚至能够比肩发达国家。而推动朝鲜现代化的最大功臣，正是苏联。对苏联而言，帮助朝鲜几乎是不需要考虑的一件事。原因很简单，朝鲜是苏联的小弟，也是社会主义阵营中重要的一份子，对苏联极为重要。朝鲜战争结束后，朝鲜百废待兴，处处都等待着重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倘若苏联能够赋予朝鲜新的能量，缔造发展奇迹，无疑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亮眼名片。另外，朝鲜的发展关乎苏联东北亚的整体规划，它又是对抗美国的前线地带，想要与韩国长期竞争，势必得补上经济短板，那就离不开苏联的助力。而苏联的援助以重工业为主，这看似与农业无关，实则将朝鲜的农业能力提升了一个等级，直接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生产。比如，在朝鲜的5年计划期间，苏联派出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奔赴朝鲜，指导建设了数量庞大的工厂，其中就有不少和农业相关。与此同时，朝鲜的灌溉、播种与施肥也开始使用大机器，相较于以往，生产效率获得了大幅提升。在苏联的帮助下，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朝鲜基本上就摆脱了粮食危机，全国将近70%的农田得到灌溉，迈入了现代化生产的行列。甚至朝鲜的粮食产量突破了1000万吨，在保证本国民众温饱的同时，还有余力出口。可见朝鲜农业曾有实打实的成绩。然而，成也苏联，败也苏联。苏联令朝鲜农业脱胎换骨，过度依赖却也埋下了无穷隐患。苏联解体后，朝鲜农业便开启了地狱模式。缺乏强大的资金支撑，那些曾经的机械化设备都成了没用的摆设。直到这时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朝鲜根本不具备自主发展农业的力量，先前不过是虚假繁荣，再加上天灾人祸的多重打击，令朝鲜农业更是举步维艰。尽管如此，苏联所留下的遗产并非毫无用处。近年来，随着国内局势的不断好转，朝鲜终于能够腾出手，重新回到农业机械化的康庄大道上。而苏联所留下的设备与经验，令朝鲜不必从零开始，再一步步慢慢探索。朝鲜的目标并非开山辟路，而是回到曾经的巅峰。因此，有了苏联遗产的加持，朝鲜农业的发展速度便突飞猛进，从而填补了粮食的空白。但是，光有前人所留下的东西还远远不够，
谋求国际合作是朝鲜的另一张王牌。在遭受西方制裁的缝隙中，朝鲜艰难求生，竟也找到了3条粮食援助的国际化通道。首先，中国自然是首选。中朝向来友好，是彼此最重要的邻国之一，中国更是素来有给朝鲜提供援助的传统。中国的粮食与石油援助在朝鲜的发展历程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中国不仅能直接援助粮食，还可以提供设备、技术与经验。毕竟，中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农业国，在确保粮食安全上有着丰富的知识。中国不仅是农业大国，还是农业强国，在如何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上也颇有心得。我国农业已经实现了全面机械化生产，产业基础更是雄厚，工业化水平一骑绝尘，与朝鲜有着较大的未来合作空间。现如今也是帮助朝鲜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助力。其次，朝鲜和韩国也有粮食合作。尽管朝韩关系目前紧张，但两国毕竟是血脉相连的同胞。早在2000年的时候，韩国甚至每年会向朝鲜免费提供45万吨粮食，这一援助直到2007年才停止。朝鲜与韩国还曾试图一起兴办农场，当然，韩国也并不是真的在做慈善，而是想借此机会打响粮食出口的名气。最后，出人意料的是，美国竟也向朝鲜伸出了援助之手。其实，这与美国的自我定位有关。一直以来，美国都以民主灯塔自居，在漫长的朝韩对峙里，美国更是多次试图规划朝鲜，用资本主义的所谓优越性令朝鲜放弃现有的立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倘若美国活活饿死朝鲜，那着实是丢了面子，打了自己的脸。因此，美国宣称在农业上帮扶朝鲜属于援助贫弱国家，不应当被划定为政治斗争。即便在朝美关系最紧张的时候，朝鲜依旧能从美国手中拿到粮食补贴。从1995年开始，美国就开始发放专项的朝鲜粮食补贴，总金额上亿。更何况，朝美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，美国对朝鲜的制裁究竟还能维持多久，本就是一个未知数。而除了国际因素以外，朝鲜内部的经济导向也与以往有所不同。曾经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，朝鲜只能高举先军的旗号，率先发展军事，因此保障军队的物资供应、寻求自保便成为了首要任务。但是金正恩上台后，朝鲜的先军时代逐渐成为历史，相较于以往，经济成为了发展的核心。受此影响，农业的地位也有了显著提升，因此朝鲜的农业发展欣欣向荣，越来越好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粮食危机也将成为过去，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将稳步提升。